Hello，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 JC 的塔罗牌占卜频道。对于你的命定之人，你有怎样的期待呢？今天我们就来连接月老，看一下他为你签订的红线姻缘是怎样的。你们会在什么时间相遇，拥有怎样的情爱浪漫故事呢？让我们提前做好准备，知道当他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狠狠地抓住这份好的缘分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占卜，记得点赞，记得分享，也记得多多的留言。你的留言给我带来是最大的支持跟鼓励与帮助了。那现在桌面有3组塔罗牌组，每组牌卡都是完全不同的讯息。最左边是第1组，中间是第2组，最右边是第3组。我们要从中选择1组牌卡进行聆听哦。在选择牌组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下静心的小仪式，让我们冥想之后再来进行牌卡选择。首先，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深呼吸，调整我们的呼吸频率，让我们在最放松的呼吸状态，肩膀下沉，腰背挺直，大口吸气，大口吐气。然后我们在心中默念：月老，我已准备好接受你签订的红丝，感谢你的指引。许愿完之后，睁开眼睛，看到的那组牌卡就是月老要给你的讯息哦。在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有对应的每组牌卡时间，点进去就可以聆听月老要给你的讯息了。那你现在选择好了吗？我开始为你做占卜咯。亲爱的，你会遇见怎样的命定之人，会拥有怎样的缘分呢？首先，我们要来检测一下当下你的爱情观，如果有对应到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你可能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冥想的牌卡选择了哟。首先，我们这边出现了圣杯骑士这张牌卡，在于爱情里面哦，你是属于那种比较有耐心、慢慢给予爱能量的人。你会觉得美好的爱情是充满着温暖的、关爱的，是彼此互相尊重、互相滋养、体贴的守护。你期待细水长流的情感，你期待2个人呢是精神互相满足、支持跟知足的，希望建立安心的踏实情感，不是那种充满着欲望、激情，对于肉欲呢没有特别的渴望，但你有一点点的外貌协会哦。你会很注重第一眼的感觉，你会很注重彼此在一起是否有那种熟悉感，或者是否有化学反应。你喜欢肌肤之亲，喜欢亲吻、拥抱、牵手，2个人呢依偎在一起。只是对于性爱，你没有太强烈的那种渴望，更多的会注重精神世界的性爱。对于对方的物质、金钱要求，你没有太高的一些要求，你会觉得只要2个人心是在一起的，可以一起合作，一起去共建未来。只要2个人充满爱的能量，那么肯定未来是越来越快乐、越来越富足的。所以不会因为别人的对方条件好、家庭好，你就去选择他。最主要的还是那种感觉，还是2个人心是否是在一起。对于爱情呢，你是充满希望的，希望一起去创建未来，希望2个人的3观即使不合，也可以慢慢的去磨合，慢慢的去建立共同的目标。对于爱情呢，你充满着积极乐观的想象，不会太过于的消极，不会太过于的悲观，或者是担心遇到自己喜欢的人，那么就多的去认识，多的去了解，也不会给对方任何的强迫性啊，或者是这种紧张感哦。你是属于那种很温柔的白马女王，或者是很温柔的白马王子，是可以在感情里面充满着魅力跟吸引力的，让对方呢感觉得到你身上的正能量，感觉得到你是一个很顺其自然，但是也有积极的
乐观的行动的建立，所以跟你聊天的时候啊，跟你进行约会的时候，都感觉得到很舒服。你对于别人的爱是一种很深情，但又是充满着专一的。你很清楚自己想要怎样的爱情，不想要怎样的一个恋人。即使对方他有再多的金钱，你没有感觉就是没有感觉，你会根据自己的希望去感觉建立自己的爱情，而不会太过于的遵从社会的规则，而不会太过于的去遵从父母给你做的一些决定。你相信一见钟情，你也相信天长地久，你也相信今生你会遇见美好的姻缘，美好的爱情的。这是你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哦。那其实月老告诉你哦，在爱情里面，你有比较强的一些能力。首先呢，就是你有比较强的表达能力，你是可以很舒服的、自由的去表达出你对对方的喜欢，你会传递你的真诚，你的真心是会被别人看见的。在人际关系里面不太容易出现误会，如果你愿意去沟通交流的话，你是可以克服蛮多的困难与挑战的。你的说话的语序以及你对爱的表达是会让别人愿意去倾听，愿意去相信的。所以在语言能力上面呢，你是可以传递爱的能量的。另外呢，你也可以激发别人体验生命伟大的渴望，别人对你呢会不断的喜欢，在越来越认识你之后，会看到你是一个特别坦诚，而且特别可爱、特别善良、特别有爱的人。在逐渐的跟你有更多交集之后，会放下防备，会放下对你的偏见，而越来越喜欢你。有一个能力可以重振爱情，也就是如果跟你有过情感经历的人，你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了，对方会有很强对你的思念，他会记住你的好，然后会想和你旧情复燃。所以曾经你的恋人呢，都对你是有很强的思念的。如果你想要跟别人重新破镜重圆，或者是再谈恋爱的话呢，你是可以让别人一次一次的又爱上你的。另外呢，我们这边还出现激情这张牌卡，在感情里面，你是可以带给对方激情，你是可以给别人带来很多的想象力的。只要跟你在一起，就不会太过于的无聊，太过于的枯燥。只要你愿意的话呢，你是不断的会有浪漫的输入，会在感情里面不断的去施肥浇水，去不断的滋养这份情感，你是有这样强的一个能力的哟。所以随着经历的增长，你的社交能力，你的爱情技巧都会有很大的一个进步。你是可以给别人带来很美好的语言，很强的情爱能量，并且充满着活力，充满着兴奋感的哟。接下来呢，月老也告诉你，在今生你会获得公平公正的情感，你会是将心比心的，你对别人好一分，那别人也会对你好一分的，所以他会记得你的好。在感情里面，不要害怕去首先付出，首先去给予情爱的关怀。当你在做一些很积极美好的事情，那对方他是会被打动的，他也是会被教育，他甚至会被影响的。即使是一个特别被动、特别在感情里面没有安全感的人，但是你足够做到你的好，他是会接收这种好，然后慢慢的去回馈这种好的。所以将心比心的这种爱情，你是一定会拥有。如果在刚开始你会担心啊，你是被动的，你希望对方给你付出的话，那这个情感可能就不好往下走过去了。最主要的是呢，你先去做一些动作，而这些动作呢，这种积极的传递是会回馈到自己的身上，这一点很好哦，不会遇见这种白眼狼，也不会遇见无用功的情感的。即使可能对方跟你能量不连接，他没有接收到这种好，他离开了，但最后他是会永远的怀念你，那他会留遗憾，而不是你留遗憾哦。
在这种他留下遗憾，但是心底对你祝福思念的情感能量里面，他会给你运气的加持的。在远方，在曾经有一个人一直惦记着你的好，那这种无形之中的能量呢，是还会给你带来多的一些幸运呢。为什么我们在人生之中会经常告诉大家，我们要多做好事？那有的人可能没有办法在现在得到一个别人的报答，但是呢，一定会在未来的某一天收获到足够的报答的。所以在爱情里面，如果你对别人的好，你不去计较，即使这一个人可能没有给你回馈到足够的爱的能量，那么下一个人都会来补偿这份爱情的。在感情里面呢，你也可以不断的去拓展发展，你是可以一起去跟对方共建未来的。那么接下来的这份爱情命定之人，你跟他可能会有搬家，去到不同的城市生活，或者是去到不同的生活圈子里面的生活，甚至有的朋友会跟自己的爱人移民哦，去别的国家生活，你们一起共建未来。双方呢都不会问彼此的曾经，不会问你之前有怎样的一个情感经历啊，因为问了也只是会有太多的一些比较，或者是有一些心结在心里面。而且曾经呢，那种幼稚的情感是一定要去经历的，只有在经历过后，才会有现在足够慢慢成长成熟的彼此。所以彼此呢都会去尊重大家心里面那份美好的回忆，最主要的是展望你们的未来，而且这份情感呢也会让你非常的满意哦。月老告诉你，你的命定之人他是像女皇一样，或者是像国王一样长得比较好看的一个人，他是比较美丽或者是帅气的，他很懂得享受生活，很注重自律啊，很注重照顾自己，照顾家人，那吃得好，穿得暖，睡得饱，注重健康，注重生活的一些品质，注重人与人之间呢也不要有太多混乱的关系了，大家都要追求一些有质量的朋友，做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有意义的事情，所以疑心呢都是向好，都是积极的。另外也看到对方会怀孕，你们会有很健康的宝宝，这份情感呢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你的命定之人他会跟你有比较强的吸引能力，他可能不会在你很年轻的时候出现，因为当你很年轻的时候在身边出现的话呢，你没有办法或者是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把握好这份情感，你需要有一定的情感经历，你需要呢在性格上面要做到被社会所打磨一下，在自己的朋友社交能力上面呢，你也需要去做一些打磨，真正的可以打磨到更加的谦虚，更加的愿意付出，更加去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理解，给予足够的关怀，在好的一个时机它就会出现，你会觉得它的出现呢非常满足你的想象跟期待，它一定是在对的时间对的地方，你有足够的情感掌控力，生活呢也比较稳定的时候才会出现在你的身边，而且你们就是一见钟情，你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有很强的感觉，一种小鹿在心里乱撞，蝴蝶乱飞。当你们四目相接的时候，你隐隐约约觉得可能会发生什么，也许之间有一种能量上面的碰触，你们之间呢还会有心与心的对话，会很诚实的跟对方讨论自己的一些感受，自己的一些认知，没有隐瞒，没有欺骗，没有伪装，非常的真实，不做作，也不会去因为对方的一些话语而想得太多。你会觉得跟他在一起哦，你愿意非常的坦诚，你越坦诚越真实，你就越舒服。同时你也会去表白你的真心跟勇气，
不会太过于的被动，等待对方来邀约你哦，等待对方来给予你一些甜蜜的肯定，而是呢，你会去做一些积极浪漫的动作，不会过于的害羞。即使你是女生的话呢，你也不会被动的等待对方来邀约你。当你想跟他联系的时候，当你有一些好玩的活动，你都会去给他一些信号，邀请他。你的命定之人呢，他也是一个很成熟的人。我们继续往下看哦。接下来我们就来展示命定之人他的性格。他是有比较成熟的气质的，不代表他的年纪比你大很多，但是呢，他的为人处事、待人接物的方式方法，感觉还是有一些人生经历、阅历的，是比较心智成熟的，有过一些经验，而且他在气质、气场上面呢，也是稍微有一些霸气外露的。这个人他很有人气哦，他很有光芒哦。刚才有讲哦，他长得好看，那么确实身边喜欢他的人或者想邀约他、追求他的人不会少哦。这个人的性格呢也非常的有亲和力，所以身边的朋友也很喜欢他，邀请他去参加很多的活动跟聚会。在单身的时候，他是很享受去被人关注、参加派对的。但是在恋爱之中的话呢，他会去精选自己想要接触的人。你们之间是有业力关系，是有前世缘分的，所以两个人的缘分是非常强的哟，是天生注定的。所以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会有很强的一种熟悉感，感觉好像彼此曾经有遇见过，彼此曾经好像在自己的梦里面，或者是在另一个平行空间，是否感觉跟他已经有一些联系了，而且很容易懂对方的一些情绪，跟他在一起会有一种安心的感觉，即使他是一个大家都比较喜欢的人，也有追求者，但他给你很多的一些感觉，让你不会出现很担忧、很消极的能量。他对你的眼神是非常的专注的，他跟你在一起的时间也不会有其他的玩手机啊，也不会一直去接其他人的电话，他是会清晰的摆明自己的态度，他很珍惜跟你在一起的时刻，所以可能在一起之后，他就会换自己的手机电话号码，他也会去屏蔽一些人，让你感觉到更加的踏实，也看到他的真心跟专注。其实这个人他有一些做事的方式是非常靠谱、非常有责任心的，但他的心态呢很年轻，充满着青春活力。跟他在一起你不会觉得无聊哦，非常的开心，你们会有很多美好欢乐的时光。两个人会去听演唱会啦、音乐会啦，会去参加派对啊，会去玩酒吧呀，会去做很多有一丝青春的事情。他的星座很有可能是处女座、巨蟹座、白羊座、双子座。当然请同时参考月亮、太阳、上升星座。他的星盘里面水能量、火能量、土能量都有，但是土的能量是最多最强的。他拥有处女座进化的智慧，是一个追求完美的人，他会不断的提升自我，保持着上进心，会有比较高的自我要求。从外在形象上面呢，就会要求自己是一个皮肤状态很好，那么有一点淡妆，穿衣服上面呢也要让人觉得赏心悦目的。他一定会好好的打扮自己，并不代表他会取悦他人，但是打扮完美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必须达到的事情。
那么在自己的内在思想上面呢，他也会不断的要求自己增加学识，去学习，去参加培训，去进修，让自己的智慧也是充满着光芒的，很有上进心，这点很好。另外呢，他也有巨蟹座恋家的特质，他的家庭观念很重哦。家庭就是他的归属感，就是自己的避风港。在感情里面呢，他是非常专注的。遇到自己的爱人，他是想要跟对方建立婚姻跟家庭的。对于父母，他也非常的孝顺哦。爱情事业之中，他首先选的就是自己的爱情，选择的就是自己的家人，会好好的保护照顾自己的家人，也会足够的让自己的家庭安心的。他的事业挣得的金钱呢，都是为了让家人们可以生活得很好，这点是你的福气，遇到一个家庭观很强的人。那么他也有白羊座的火之能量，一颗火球划过天空，代表他是一个精力充沛而且比较开朗外向的人哦。当他不发脾气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他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阳光，很乐观，而这种激情正向的能量也会让你保持足够的笑容的。但你不要去做惹他生气、破坏他原则的事情。如果一旦你破坏了他的原则界限的话，他可能就会转身走掉。但你惹他生气呢，他也就发脾气就好了。所以在认识他的这个过程里面，你最好要先清楚他的原则界限是什么，不要去碰触他的地雷。他也有处女座的纠结，有时候呢，他是会有一些过度思考的，也许他会有很多时间去做自我的反省，而在这些自我的反省之间呢，可能就会出现内心的一些茫然、不太确信的能量。有时候他会突然的不知所措，有时候呢，他会莫名的感觉到孤单，有时候呢，他会感到无法抗拒的一些恐惧感，但是他会压抑自己这方面的一些纠结。所以在感情里面，你也需要给他更多的一些肯定，更多的一些欣赏的话语，更多的一些表扬。他喜欢听好听的话，多跟他说一些好听的话呢，就不会让他出现纠结，就会去不断的增加他的自信心。另外，他也有双子座的好奇心，他是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的，他是愿意用钥匙不断的去打开新的一些大门，而不是让自己困在一个房间里面。他喜欢将自己沉浸在观察之中，他喜欢去感知这个世界，他喜欢去一些没有去过的地方，去一些好玩的场所，那去做一些新鲜的事情，去感知自己没有体验过的东西事情。他有时候呢，就会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一样，对于一切事物都有着很强的好奇心跟求知欲。虽然有时候可能只是来去匆匆的一种兴趣的体验哦，但是呢，他是充满着冒险精神的。你跟他在一起之后呢，你多跟他讲一些超出他认知的事情，或者是多带他去一些他没去过的地方，带他去品尝一些他没品尝过的美食，这些都是会非常强的讨好他的。你不一定要跟他购买礼物，或者是要给予他金钱上面的赞助，你只要给他一些新鲜的血液、新鲜的能量，他就非常的开心。他喜欢跟一个学识比较渊博、很懂得生活的人。其实这一点呢，就是比较像你们两个人呢，其实就是很互补的。你身上很多好的一些特质，他都非常的欣赏。而这个人呢，他也有比较强的独特性哦。他会愿意与众不同，他可能有时候的一些想法跟做法跟别人不太一样，因为他是一个很愿意去探知、不断开放的人。
所以他身上的这些好奇心呢，也会给你带来更多的自由、更多的开放、更多的新鲜感。那两个人的情感呢，是会越来越浓烈的，而且他也是非常有强的一个原则性哦。一旦他进入到爱情之中，谈恋爱之后，如果他是异性恋的话，他就会跟异性保持一定的距离感，他就会跟别人保持着这种距离感，你完全可以信任放心他没有感情上面任何的一些越界，除非说不再恋爱了，他才会投入到新的爱情之中，才会有新的一些约会。那么在爱情里面呢，你完全不要去怀疑他哦，一定要信任他。在这样的一个互相信任的能量之下呢，他会更强的表达他对你的专注，也会更强的给予你的一些安全感的。这种安全感不需要你的要求，是他自己愿意去做的。那么在人际关系原则上面呢，他可以做到跟别人有比较强的一个距离，他也希望你可以有这方面的原则。一旦恋爱之后，就不要去做任何三心二意的事情了。那对于爱情呢，他是属于好马不吃回头草的人。如果大家真正的分手了，就不要再去复合，那就代表两个人完全不适合。所以在爱情里面，如果你们吵架了，千万不要去随便讲出分手这2个字哦。有一些水泼出去了，就没有办法相同的收回来了，就不要去讲一些破坏情感的话语。那么相同的，一旦他愿意脱单，投入到新的情感之后呢，他的人际关系也会去做一些调动的。那些追求者，那些曾经可能有一点点暧昧关系的人，或者是前任呢，他都会通通屏蔽掉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月老给你其他的关于命定之人的讯息是什么。他是一个追求金钱财富的人，他是愿意享受生活的品质，但很独立，他不依靠自己的伴侣给他金钱上面的资助，他是愿意通过自己的才能不断的去赚取金钱，而赚的这个金钱呢，就是让自己的家人可以生活得更好。我们这边还出现名人这张牌卡，有可能他在现实生活里面是小有名气的，也许在学校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受大家关注的人，长得又好看，学习能力又好。也有可能呢，他在网络上面是有很多的粉丝，也许他从事的职业可能也是有一些名气的。总之呢，这个人是比较闪耀的。我们这边呢还出现了学校这张牌卡，有的朋友可能是在学校的时候就认识了这个人，有的朋友呢可能是在自己的工作领域里面认识的这一个人，也有可能你们是有相同的专业、相同的学校，也有可能呢你们是通过互联网认识的。也有可能是在一些培训机构、一些学习的地方，不一定是学习文化教育，也很可能是运动啊、健身啊、舞蹈啊、音乐啊、兴趣爱好培养的地方。所以可以多多的去打开自己的学习格局，多去参加一些培训，这样的话呢，就有更好的机会去遇见自己的命定之人哦。而你们很有可能在4年之内就会相遇，或者有的朋友已经跟对方认识了，也许是旧的同学，也许是已经认识的同事，你们之间呢是保持着思想上面的交流的。他对你有非常多的一些肯定哦，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内心话语是什么。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你在他身边微笑，并且感觉到安全，所以他会给足你足够的安全感，他会给足你足够的放心、自由跟快乐。他也喜欢你们之间很多深入的对话、思想上面的交流。
他愿意倾听你今天经历了什么，你的梦想是什么，你想要完成怎样的一些事情，他会陪同于你一起去完成的，而你也愿意知道他内心真实的感受是什么。所以两个人有聊不完的话语哦，会100%的去打开自己，打开彼此的心扉，会成为非常棒的恋人，也会成为非常棒的知己。两个人是没有任何的隐藏，没有任何的欺骗。他很喜欢听你说话，他会觉得你的声音对他是有治疗的作用，他会觉得非常的好听，他可以听你滔滔不绝的讲几个小时都没有问题。一旦你沉默了，或者是一旦看到你表情不开心了，他就会紧张哦，他就会想要去讨好你。而且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呢，会彼此的去激励更好的双方，你会带出他更多的一些优点，你会让他去更改自己的一些缺点，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他也会是这样给你更强的一些鼓励，让你呢去有更多的一些拓展，更多的一些发挥，会看到你不是一个渺小的人，而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人。同时他也非常的感谢，在他最需要可能情感寄托，或者是最孤单的时候，你出现在他的身边，所以他对你呢也有比较强的感激之情，他会一直记着你的好，并且会细心呵护你的好。所以亲爱的，你的命定之人呢，就是你期待的梦想的爱情，你们又可以有很多的乐趣玩乐，但是他又会给你很多的安心跟忠诚以及关怀照顾。对于你出现在他的生命之中，他是保持着足够感恩之心的。所以两个人的情感呢，会非常的甜蜜，会非常的互相团结，合作一致哦，非常的棒。如果你喜欢这个命定之人的特征，那记得给视频点赞，感谢月老给你的启示。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祝福大家在地球玩得愉快，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收月老给你的讯息。但是首先呢，我们要来看一下你当下的爱情观是否是你呢？如果是你的话，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完全都不是的话，可能要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牌卡的选择咯。首先，我们出现女祭司这张牌卡，看到呢，在感情里面，你是一个特别注重精神世界的人，注重感觉，两个人能不能聊到一起去？两个人有没有相同的一些话题？对彼此呢有没有认知？你不太是外貌协会者，你也不太是注重对方的金钱啊、家庭啊，最主要的是注重两个人精神上面能否得到连接。你也相信不可能一刚开始两个陌生人因为喜欢彼此就可以达到三观相合，三观不相合没有关系，大家的文化知识教育程度不相同没有关系，大家的未来梦想不相同没有关系，最主要的是在一起互相的陪伴，最主要的是两个人是可以磨合的，愿意去倾听彼此，愿意呢去做一定的妥协，做一定的改变，两个人是有未来更多的一些可能性的。所以你在认识到自己心动的人之后呢，不会凭着一时的感觉就陷入到爱情里面，你还是要去做一定的审判，一定的认识之后，就确定两个人是可以发展的，你才会投入到情感里面。在爱情里面呢，你并不是一个非常天真或者是浪漫很乐观的人，你知道两个人要生活在一起哦，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矛盾的，比如说从小的生活习惯不同啊，那两个人的朋友社交圈不同啊，很多事情呢大家都要一起去克服，一起去接受挑战的。你并不是一个乐观派，在感情里面呢，也不会太过于的感情用事，把任何事情想得太过于的美好。你知道一定会存在一些障碍的，但是你不怕挑战，你是不会轻易的去放弃爱情的。一旦觉得对方跟你是可以大家未来磨合的人，是可以长期发展的人，那么你就会充满主动，你尊重跟彼此的不同性，你尊重可能大家有不同的一些人生目标，
不会太过于的情感依赖，也不会想太过于的控制，只不过呢，最主要还是要清楚的看见你们之间有任何的一些挑战麻烦，你会尽人事听天命，自己呢不留遗憾就好了。最后两个人能不能在一起，是否是可以建立婚姻家庭的，那就留给老天爷吧，你顺其自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是享受的，你是会努力的，你是会尽心去经营的。所以亲爱的，这是你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就可以看一下月老给你详细讯息有哪一些。今生你会遇到怎样的爱情，怎样的缘分？感情里面呢，你算是一个比较理智的人，不会盲目的、茫然的情感的投入。那么在今生，你会拥有幸福完整的爱情，这是非常棒的讯息。月老还告诉你哦，在感情里面，你是会不断的去成长的，而且会首先好好的照顾自己。当你照顾好自己，把爱的关注在自己身上之后，你就可以给别人带来很安心、很安全的能量。在你心中的深处呢，是有一个重塑自我的庇护所等待着你的。你是可以在感情、人情技巧上面不断的去重塑，那不断的去做一些调整，会看到身上的一些毛病或者是不好的地方，去做一些自省，去做一些改正的。所以也是在感情里面比较积极行动的人，可以带给自我关护，也可以带给别人足够的一些踏实，是一个负责任的情感行动者。另外呢，在今生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因果关系，在爱情里面，也许上一段情感你付出的多，但是收获的少，只不过在这个过程里面呢，你尽心尽力，那么在下一段情感里面，你可能就是收获的情爱更多的那一个人，对方呢，他就会有更多的一些付出。所以月老呢给你的讯息就是在感情里面不要去有太多的比较跟挑剔，只要在感情里面你尽心尽力。也许在上一个人你没得到足够爱的回报，那么未来肯定是会有人给到你足够的尽心尽力爱的回报的，你会有很好的因果。只要你正念积极的话，你会在爱情里面如鱼得水，享受幸福的能量的，一定要相信自己哦。另外在今生呢，你的命定之人是你所满意、你所喜欢的，是你期待的样子。你们两个人在感情里面呢，会很清楚彼此的角色，也会知道要建立怎样的一个未来，有怎样的一个方向。任何事情两个人都会共同的去商讨哦，1+1大于2。一个人的时候呢，可能思考的角度是有限的，但是两个人同时去决定未来，同时在做未来计划的商讨跟现实动作的努力之后呢，你会觉得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开心哦，是会找到一个很好的爱人，也会找到很好的一个搭档，也是很好的一个陪伴，一起去创造美好的未来。在金钱上面呢，大家是会共享的，是会共同去努力创造的。在感情上面呢，大家也会共同的去滋养彼此，去激励彼此，得到更多思想上面的成长啊，情感技巧上面的成熟，而且还有很多的鱼水之欢，还有很多的放纵。在爱上面，对方是会给你足够的激情，足够的兴奋感，足够的满足的。你们很欣赏彼此的身体，很欣赏彼此的一些欢愉。两个人呢，还会有很多的一些放纵，很多一些新的体味的尝试，很多的体验哦。所以在你们进入到性爱上面，会激发彼此内心的一些小恶魔，玩得很开心。它满足你了对情感的渴望，以及对性爱上面的渴望，是一个
让你非常开心欲望的人，当然他也会深深的感受到你的性感、你的魅力，满足了肌肤之亲的渴望哦。在肌肤上面，没有任何人可以超过你们带给彼此的感受，已经到了最高点。那么你们的情感呢，很可能是从单相思开始的，是一个人开始先喜欢另一个人多一些，在更多的一些追求了解之后呢，会发现你是一个很值得被爱的人，你身上有非常多可爱的闪光的亮点，在越来越跟你熟悉之后，会发现你的很多的美好。刚开始可能你们之间的一个人并没有太多的动心，因为并不了解彼此嘛。但是越多的了解，越多的展示自己内心深处的自我，越多的联系之后，就形成了一种思念，就形成了一种想念，就形成了一种依赖，就形成了一种渴望。你们两个人的情感呢，是随着你们的联系而越来越加深的，真的是一种日久生情的情爱关系。两个人会有一长段时间的认识跟互相的了解，但是越了解之后呢，就越很喜欢，越想要彼此有更多的成就了。那这个人到底是怎样的特质呢？我们来接收月老给你的讯息。确实刚开始的时候，你们的情感呢并不是很顺利的，在爱情的道路上面是有一颗大石头所在的，所以花了一些时间去克服你们之间的障碍。但是很好的是呢，没有放弃，没有错失这样的一个缘分哦，花了一些心思来破除这个障碍。但请你遇到自己心动的人的时候呢，一定要相信，一定要坚信，凭着自己的努力，你们是可以克服爱情的这种挑战的。你的命定之人，他可能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他是一个像在很热闹的场所里面，也许有时候比较格格不入的。他可能是缺乏一些社交经验的人，也许他对自己的样子，或者是对自己的一些舞蹈，或者是在自己的一些语言沟通上面，他没有那么的自信。所以也许在参加舞会的时候，他就属于那个坐在靠墙椅子上去观察别人的人，他不会太过于的外向，太过于的活泼，或者是好动。他有自己比较被动的地方，他不会很轻易的打开自己的心扉。在一个陌生的场合环境里面，他是很难主动去给别人打招呼，然后攀谈的，所以他身边的暧昧者并不多。无形之中，他的一些性格就避开了一些感情陷阱，或者是短暂的激情，他也没有想过要经历短暂的激情，他只想建立长期的，遇到非常合拍的人，然后自己投入到情爱关系里面。他不喜欢爱情游戏。另外呢，他有可能有一点社恐，有可能对于去参加派对啊、活动玩乐没有太大的一些兴趣，他更多的兴趣可能在于自己的事业上面，可能在自己的赚钱上面。金钱可以给他带来足够的幸福安全感，那事业上面的成功呢，也会感觉到更多的一些自我价值。还有可能他是一个工作场所是需要穿职业装的人，也许他是穿西装的男生，或者是需要穿西装的女生，那么这个职业就比较广泛了，有可能是警察啦、律师，工人也算哦，因为工人也会有一些工人也是要穿职业装的，或者是销售，或者是老师，
酒店行业等等，他很有可能就一定要穿职业装上班的人，是要更换自己平时的衣服的。他很懂得理财，喜欢学习金钱的价值，可能在金钱消费上面并不是很喜欢铺张浪费哦。他希望自己的银行存款越来越多，也希望呢自己可以有更多的投资，不会把时间精力更多的放在人际交往、玩乐关系上面，但是更多的放在自己的工作、放在自己的学习、放在自己的金钱理财上面，是一个潜力股。未来呢，他肯定是一个比较富有的人，那也非常的有上进心，非常的勤奋。他的星座呢，很有可能是狮子座、水瓶座、双鱼座，或者他的上升星座，他的月亮、太阳是在狮子座、水瓶座、双鱼座，他是有金星爱的能量的，他是可以自我决定爱情的走向。金星的特色呢，就在于绝对不会让人家挑选他，他只挑他看得上眼、跟自己觉得有乐趣的对象，所以他很希望遇到自己心动的人，而不是相亲的人，而不是别人帮他介绍的匹配的人，即使可能是通过朋友别人介绍认识的，他都需要花很长的一段去增加情感，去有更多的一些审核，不会轻易的去动心爱上某一个人。主要的是在于他跟这个人在一起是否是开心的，是否是轻松，是否是自在的。他喜欢去追逐自己想要的东西。那这个人呢，他会觉得情感是可以慢慢培养的，最刚开始只要有好感，只要是可以互相欣赏的，那么有更多的一些情感好的联系拥抱的话，它是会逐渐的增加情感的。也就是代表，如果遇到自己很不喜欢的人，即使对方有再多的金钱，有给他送再多的一些礼物，他都是不愿意的。在这方面呢，非常有个性，我不受到情爱的诱惑，很想自主的挑选恋人，即使自己心动喜欢的人，他可能是大家评价都不好的，或者是有很多流言蜚语，或者是年纪相差很多的，他都可以接受。他这方面的心态是比较大的，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那即使对方年纪比他大很多，或者大家的家庭身份很不相同，他都觉得没有关系。那这些事情呢，都是可以改变的。最主要的是，大家精神上面是有连接，最主要的是可以互相的欣赏，充满着信任，而且有很好的沟通。就是自己喜欢的人，只要是自己喜欢的人，无论对方是怎样的，他都无所谓。而且他还有水星上面的能量。我们看到这一只狐狸呢，正在审视着风景，充满着好奇心的在做观察。所以你的命定之人，他也是一个很有探索欲望的人，是很懂得察言观色，并且是拥有理性思维来做判断的。他没有太多肤浅的想法哦，他更注重智慧上面的连接，很注重自己有清晰的头脑去做一些客观的判断。他有时候会是一个阴谋论者，并不会遵从大众社会的一些规则，不会盲从，是一个有自我判断力的人。也许一大群人都在确定、认识、肯定的事情，他会反方向而去做思考，他是比较小众的。他的想法呢，也会逆向的去做一些思维，所以很多时候他会给别人一些新奇的 idea， 他有很多想法上面的不同，有时候呢会觉得自己跟周围的环境有一些格格不入，不是一个随大众盲目生活的人。
他身上是有狮子座的自我表达能力的，他会真实的去展现自己，有什么他都会讲出来，不会太过于的隐藏自我的一些看法跟想法。他会觉得任何事情去做沟通都可以破除误会，都可以减少心结。他也非常大方分享自己的一些知识跟经验，他愿意用自己的智慧啊，或者是一些见解来去帮助别人，给别人思想上面的一些成长，通过自己的一些想法给别人一些好的主意。他只要遇到合拍的人，他就愿意去做沟通，准确的表达自己的想法跟意见，也愿意去倾听别人的一些想法。这个人呢，在思想上面是比较开放，而且是比较包容的。他包容别人跟他想法的不同性，他也很愿意去接收到新的一些思维。他最主要的是注重智慧、认知上面的成长。他想获取金钱，并不是他是一个非常贪婪的人，而是想运用自己，看到自己身上的一些价值，运用自己的智慧可以谋取到多少的钱财，这是他很有兴趣的一件事。另外呢，他也有水瓶座身上喜欢变革、变化，不断去突破自我这样的一个能量所在的，所以他很追求一些自己不知道的讯息、不知道的知识，他也很勇敢的愿意去打破常规，探索新的一些思维边界。这个人他有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对于很多事情、想法他都感兴趣，无论是人道精神啊、信仰啊、灵魂学啊、财富、财经啊，或者是当下社会、国家之间的这种运转啊等等啊，他都很有兴趣。他有比较强的逆向思维，有时候呢也很有创意，不是一个按常理出牌的人。他也会不断的去挖掘自己的一些天赋、自己的能力，想法呢是比较时尚新潮的，喜欢打破传统。举个例子，可能他会觉得传统里面就是男主外女主内啊，他就会觉得特别的有意思。他不喜欢任何事情按部就班，随着封建的想法。他也觉得，如果一个家庭生宝宝了，那么女生挣的钱比男生多，那女生就可以在外面工作挣钱，男生就可以在家带宝宝啊，为什么一定要男主外女主内呢？或者是他会觉得，为什么男生年纪一定要比女生大呢？也可以女生的年纪比男生大，大家在一起生活啊，最主要的是两个人很合拍，所以他没有太多的一些条条框框来固步自封，喜欢打破很多旧的思想，也乐于去接受一些新的挑战。他会不断的去学习跟摸索的。这个人呢也非常的真诚，在他的情感里面，他特别喜欢建立非常深刻的情感，两个人既是朋友又是知己，可以连接到心与心之间的这种沟通心灵上面一定要达到一致的，而且两个人呢在生活里面不要有任何情绪的爆发，更多的和谐和平，共同扶持进步，这是他的期待。那我们这边呢也出现了双鱼座的能量就是他有双鱼座这种自由开放的心境，没有太强的一些界限。他的个性其实是比较坦率，而且又善解人意的。他不喜欢去伤害别人，不喜欢给别人带来任何消极负面的一些行为啊、想法啊。当别人跟他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或者反驳他的时候，他不会去否定对方，他不会觉得别人跟他的想法不同，那别人就是错误的。他是会有很强的同理心，他愿意去感同身受，他愿意尝试去理解跟他想法不同的人，他也愿意呢给别人展示的一些机会。总之，你跟他在一起，你会觉得很自在。
也许有时候你说你的，他说他的，但是呢，他不会去指责你，他不会去否定你，他会更多的倾听。如果他跟你意见不同的话呢，或者是他不认可你的话，他也不会直接的就反感你，他反而会去思考，哎，为什么你会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思考？所以你跟他在一起会很难吵架哦。两个人出现意见不合、不有纷争的时候呢，也会更好的去做一些交谈，去拓展自己的思想格局就好了，不会有任何脾气的暴走。他也不是一个有脾气的人，他更多可能生气的时候就是不说话，会去做一些自我的调节，也不会去说破坏情感的话。有时候呢，他可能会默默的走开，让自己情绪更加的平和之后，再跟你做联系，再跟你做沟通。在这一点上面，其实是有比较成熟的一种状态的。好，那接下来月老还会给你传递哪一些讯息呢？首先，我们这边出现了工作牌卡，那么跟我们这边的工作牌卡又再一次的出现哦，也有可能他跟你是在工作环境里面认识的，或者是你们有相同的事业，或者有可能是同事，也有可能是客户关系。另外，你们之间是灵魂家族，他跟你有着共同的灵魂使命，共同的生命课题。你们之间的这种相遇呢，会帮助彼此找到真正的自我跟真正的人生目标。你跟他认识之前，你可能在做某一方面的事业，但是这个事业领域呢，也许并不是你真实灵魂所渴求的。但是跟他认识之后，他也许跟你会共同的去创业，或者是因为他的一些存在思想的影响，让你找到真正自己灵魂渴望的事情。因为你想做任何你想去的事情，他都会给予你支持，会给予你理解的，他会激发你去做很多新的体验，突破你思想上面的一些格局。在跟他有更多的这种交际交流之后，你会越来越了解自己，而他也会受到你的一些影响跟启示。你们两个人可能是性格互补的人，或者是两个人其实有很多想法都完全的不同，但是在更多的沟通之后，都会打开彼此的一些思想格局。你们之间是命运的安排，对于彼此呢都会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哦。在一起的时候会有很强的一种共鸣跟认同感，当你们相遇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种很熟悉安心的感觉，好像跟他在一起呢就是非常的踏实，不会出现焦虑、担心或害怕，像是回到家的这种感觉。这种感觉让你很惊讶，但是你们之间的这种言语跟行为呢，也是有很深的连接的。你们第一次相见的时候，其实就有一定的情感反应，这种情感反应并不是非常的激烈，但是一定是一种很熟悉的温暖的能量在互相传递。对于认识他，你会有一种很强的感激之情，也会有一种很强的欣赏跟敬佩。即使他年纪比你小，你都会觉得他给你带来很多正面的一些影响，你会找到真实的自己。两个人呢也会一起去解决你们情感中遇到的所有的困难，两个人也会去做很强的磨合。在这个情感过程里面，你们会很深刻的体验到爱，体验到理解，体验到共鸣，体验到成长。在自我的灵魂上面也可以很自由的舒展，自我的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没有错，就是遇到真爱了，而且这份真爱呢，就是很强的灵魂家族的联系。哇，非常棒的讯息哦！你的命定之人会给你人生带来更加有积极价值的一些作用，会让你有很强的灵魂觉悟成长的。而且你们两个人之间也会有很多丰富的色彩，有很多的一些激情跟力量，会去经历很多你没有去经历过的事情，去到你之前没有去到的地方，在你的想法上面呢，也会有很强的一些突破，是会给你带有强力的一些刺激的。它很可能很快就会来到你的身边。对于有的朋友来说，也许它已经出现在你的身边了，但是你们还没有在一起，你们是需要一段时间去做联系，去做思想上面的交流的，有一段时间的追求。那对于有的朋友来说，可能在4个月之内它就会出现。刚开始也许会有大量的时间去思考彼此是否是合拍的，是否是有更多的可以在一起的机会的，也会有一些障碍，也许是远距离的障碍，也许是年纪的不同的障碍，也许是中间有其他人，是会有一些人事物的打扰的。那么最终呢，你们是会克服这一颗巨石的。接下来月老给你的讯息，他会觉得你是在他所有的认识里面的人唯一一个真正懂他的人。有时候即使没有任何语言的交流，就是一个眼神，都会明白彼此的一些心意。而且你的笑声对他来说是有很强的吸引力的，他喜欢你的爽朗，喜欢你的活泼，喜欢你的开心。他只要看着你阳光灿烂，他自己心情就很好，所以在你的微笑上面是可以给他治愈的。亲爱的，当你遇到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呢，多多的展露你的乐观，你的笑声，他是会被你魔性的笑声所吸引的，而且呢，他也会被你的内在智慧所吸引。他喜欢你的一些人生经历，导致你有些想法的不同，他也喜欢你的一些特别，你的一些与众不同，他也喜欢你并不是一个随波逐流的人，你很注重自我的感觉，很愿意去用不同的想法去做思考。他也很感激你教会他什么是真正的爱。在遇见你之前，他可能对于爱是有一些冷漠，有一些不太理解的，没有花太多的心思在人情世故上面。但是遇到你之后呢，你的情商，你对爱的这种积极的能量是有传递给他的，他能感受到你的体贴，你的关怀。今生你对他有很大的爱的影响，而他也只想跟你在一起。在遇见你不久，他就开始梦想着你们一起的未来了，很想要跟你建立家庭，不离不弃。对于你呢，他是有远大的一些期待跟梦想的，而且你们之间是有一定的业力关系的。那实际上地球就是一所业力的学校，这个世界本身就因业而生，我们就是在这种业中去做转化，去做活动。当我们在灵魂在地球经历完业力的修行之后，我们就会去到别的星球，感受别的生命体。业力呢，实际上是一个中性的名词，没有好也没有不好，只是一种驱动力，是一种双赢。一种是把我们该还的一些钱债啦、情债啦，我们在今生还清；一种呢，就是我们在整个接触的过程里面学会了很多生命的课题，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所以当你们遇到彼此之后呢，人生都会更加的美好。
越是跟我们亲近的人，我们越是有比较强的业力关系。比如说我们跟父母亲的业力关系，通常要么就是来讨债的，要么就是来报恩的。你看到有一些小孩子跟父母之间有很强的顶撞啊，或者是伤害，那其实都是来讨债的。那小孩子跟父母之间非常的恩爱，有很强的金钱的支持之类的，那就是来报恩的。然后我们每一个人跟我们伴侣的业力关系，其实要么就是之前有互相的欠，互相的讨，要么呢就是今生来给互相的给。所以在你们身上呢，也会感受得到很强的这种业力平衡感。遇到彼此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就是没有理由，没有任何的一些可能性，但是却有莫名的一些熟悉感。你们在第一次见面到彼此呢，就好像冥冥之中有一根情丝在牵引着你们，让两个人呢有未来建立更多爱恨交织、刻骨铭心的情爱故事。很有可能在过程里面是有蛮多的磨练的，让彼此的性格呀，让彼此的三观啊，都有蛮大的一个调整。但无论如何，你们都会去感受到彼此很强的喜怒哀乐，你们都会脚踏实地的连接到地球母亲，都会去务实的、现实的一起去突破障碍，可以帮助彼此去把该还的债去还了，该欠的情都还清，然后呢，更加客观的、理智的去处理你们之间的情感，去处理你们跟周围之间的人事物的情感。两个人是会脚踏实地的建立美好的未来哦，所以非常的棒，亲爱的。你的命定之人就是你的灵魂家族，你们一起会去经历业力的循环，两个人也会去做很多建立好因果福报的事情，两个人会以善良的本质去感应你们的关系，也去拓展你们周围的关系，两个人可能也会去做一些积极的慈善的事情哦。未来呢，会因为彼此在一起之后做更多有意义、更多有价值的事，非常的棒哦，非常值得期待。所以亲爱的，很快你的命定之人就来到身边了，请你好好的珍惜，做好准备吧。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祝福你在地球玩得愉快，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亲爱的，我们来接受月老给你的讯息。那么首先呢，要来对应一下当下你的爱情观。如果有对应到一部分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如果完全都不是你的话，可能要跳脱出去，重新进行一下牌卡的选择了。看到你呢，在爱情里面还是比较主动积极的人哦，不喜欢太过于的被动，不喜欢等待别人来追求你，别人来遇见你，你愿意去到自己没去的地方，你愿意离开熟悉的环境，去拓展自己的社交圈，或者是增加自己情感的一些遇见的可能性。在当下呢，你是很自由自在的，心态特别的好哦。在感情里面，你很享受这个过程，不会以结果为目的的去谈恋爱，所以不会提前要去做很多的一些审判啊，你会追随自己的心。那么无论是遇见短暂的激情还是长久的感情，最主要的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是否会享受到爱的能量。思想上面呢，你并不是一个很封建或者是很固执、很保守传统的人。在单身的时候，你可以好好的去享受单身的日子，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去自己没有去过的地方，会足够的幸福喜悦的。所以如果没有遇到自己特别心动的人，那么就好好的享受单身就好了，也不会因为自己一个人就觉得寂寞啊，就觉得冷。如果遇到自己心动的人呢，那就好好的去追求，去掌控这份情感，让自己有更多的付出，有更多的一些陪伴，两个人呢玩得非常的开心。
也不会说一定今生就要结婚，一定今生就要有小孩子，最主要的是还是有没有遇见这个人。无论在任何的一种情感状态里面呢，你都是可以足够享受，可以感受到足够爱的能量的。如果没有人邀约你去约会，那你也可以带自己去约会。所以在感情里面呢，你也是一个很懂得原谅，比较开放的人，没有太多的一些界限，没有太多的一些条条框框，自己一定要遇到怎样的爱人，一定要遇到怎样的爱情故事。你是张开双手去迎接所有情感的到来的。那如果是曾经的恋人想要跟你复合，大家当下呢，在一个更加成熟的人生阶段，你还有这种情缘的话，你也愿意去复合的，不会完全是一个好马不吃回头草的人，拒绝旧情复燃。只要这个人呢，当下这个阶段他有成长，他是不错，他依然保持真心的话呢，你也愿意去再一度的建立联系。对于爱情，你很注重是否是有足够爱的能量，你不太注重对方是否有足够的金钱，是否可以给你带来更多的一些价值，或者是对方他的事业呢是否是稳定的，你不会以外在条件去评断这个人。最主要的还是两个人在一起是否是在自由，你依然可以独立，你依然可以去完成梦想，没有太多的紧张感，没有太多的一些霸占，你才会觉得是舒适的。即使对方他有再多的金钱，但是你也不愿意坐在宝马车里面哭，你也是愿意很自由自在的。最主要的是在一起大家是否是舒服的，那对方呢，他的人品，他的人际关系，他的名声是否是好的，对于你来说是比较重要。你看的是这个人，而不是外在的一些条件。当然如果是门当户对的最好，其实这些对于你来说都不太重要吧。你是会懂得审判爱情，是比较开放的。如果两个人是远距离的恋爱没有关系，如果两个人只是通过网络在恋爱也没有关系，如果两个人有年纪上面的差也没有关系，两个人可能想法有一些不合没有关系，只要是可以磨合的。最主要的是让你心动的，让你愿意脱单的人，你是可以去妥协，你也可以去征服你们之间的困难的。对于未来，对于爱情，其实你并没有太多的焦虑，也不会纠结，也不会担心。你知道在对的时间你会遇见对的人。如果说没有遇到那个人，你也不会去逼迫自己哦，因为有到了年纪就一定要去结婚，就一定要去谈恋爱了。你不会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另外呢，也代表你在爱情里面也是有一定冒险精神的人，不会只是打乖乖牌，不会只注重安全啊、安心啊。在感情里面呢，出现很多的精彩，出现很多的转变，也是一个积极的感受。既然生命的时间有限，那么七情六欲你都愿意去尝试的。最主要的是人生有足够的喜悦，有足够的丰富精彩，那才是最重要的。这是你的想法吗？如果是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继续往下听咯。接下来我们就看你的月老，告诉你在感情里面你是非常有力量的人，你内心是有比较强的意志能力的，你可以掌控爱情的方向哦，你可以去征服到你自己想要征服的人。如果遇到自己心动的人，你就去积极的追求吧，你是有力量去追逐到对方，展现你自己足够强的魅力的。另外呢，在感情里面如果出现任何的挑战，你是有足够的力量去克服这些挑战的。只要你保持积极的想法跟行动力，你是可以化险为夷，是可以化解很多的麻烦的。你有比较强的内心力量，以及有比较强的行动。另外呢，你也会有很多创新的眼光去发现爱，你是可以有很多敏感的感知，去看到爱情
要往哪个方向走，你如何去滋润当下的情感，你如何让对方更多的去发现你的美好，你都是可以做到这些调整的。而且呢，你会有很强的欢乐感，你今生应该会遇到特别情投相合的爱情。在感情里面呢，你是可以给予很多美好的、乐观、积极的能量的。你玩得越开心，你的爱情就会越美好。在情感人际关系里面，你越自在，你越舒服，你越享受，那么这份情感呢就会越幸福，就会越完整。所以只要是做你自己开心的事情，你就会用相同的能量去吸引到想让你开心、想让你快乐的人。所以你的快乐呢，是会感染到周围的人，感染到周围的环境的，这是你的情爱能力哦。如果在感情里面你消极了，你悲观了，你可能自私计较了的话呢，那你就不会吸收幸福的爱情。但是你越自在，越美丽，越无所顾忌、无忧无虑，那么你也会收获到相同的情爱关系。快乐健康的人一定会吸收到快乐健康的人以及情爱的。好，接下来呢，你的月老告诉你，有可能你的命定之人他跟你的想法是不同的，也许你们是需要人生观、价值观或者是生活习惯上面的磨合的，但没有关系哦。正是因为大家想法有一定的不同，所以会刺激彼此想法更加的成熟，更多的一些拓展跟成长。跟对方在一起呢，你会拓展自己的格局的，你是有足够的力量去让两个人呢有更强的联系，更多思想智慧上面的连接的。而且你的命定之人他的性格很有魅力哦，他充满积极的能量，你们可以互相的配合，你们可以很快速的就从认识到投入到恋情之中，这种发展呢是很快的，都会有很强的行动。而且在这份情感里面呢，也会有很多的新鲜感，也会有很多的冒险，去做自己没做的事，去自己没去过的地方，去接触不同的人，他会给你带来很多新的角度、新的世界，你也会给他很多奇特的奇妙的一些经历，而两个人呢都会愿意为了这份爱情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奋斗哦。你们会非常有自信跟勇气去追逐对方，去收获自己想要的爱情，并且在这个情感里面哦，大家都是充满希望的，不会轻易放弃，不会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短暂情感。两个人呢会从激情然后进入到很平稳稳定的情感阶段，遇到任何事情呢都会共同的去克服。他是你理想的恋人，而你们两个人也会从朋友关系转入到恋人之中。两个人不仅是情人，也很是朋友，常常会分享彼此的心情，那彼此看事情的角度，你们可以化解所有的不可能成为可能性。另外呢，在这份情感里面，大家没有太多的依赖，不会把专注度放在对方的身上，而依然把专注度放在自己的身上。彼此是一种很好的陪伴，彼此是一种很好的交心交谈的情况。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很甜蜜很快乐，两个人不在一起的时候各自忙自己的事情，不会有太多的这种打扰，不会因为对方好像没有及时的打电话，没有及时的回讯息就患得患失，会有互相的信任，而且也尊重给予彼此的自由度，不会因为两个人在一起了就一定要大家的朋友社交圈呢也一定要融合，或者是大家未来呢要一起去创业，或者是在金钱上面一定要放到一个篮子里面，大家有自己的仍然的一个小世界，金钱上面也是各自独立的，都会保持着开放的心态，也会自由真实的做自己，给这份情感呢没有太多的压力，也没有太多的紧张感了。很高兴的告诉你哦，
你的命定之人呢，就是你的灵魂伴侣。你们两个人呢，是会有相同的一些爱情观，也会互相尊重彼此的不同性，并且也会非常的忠诚于彼此，知道对方想要什么，理解对方想要什么，而去真正的给予对方足够的这种信任，足够的舒适度。你们之间是有很强的信心，也是有很强的能量的，可能会因为在一起是非常的享受，而慢慢的不愿意去跟其他人有太多情感的连接了。你们之间可能并不是一见钟情，第一次见到对方就认为彼此是对的人，而是呢，慢慢的在接触的时日越来越多之后，而更多的打开彼此的心扉，更多的愿意去舍弃自己的自由，有更多的彼此的陪伴时间、空间与奉献，会充分享受在一起的每时每刻。而你的命定之人，他是怎样的人呢？月老又会给你哪一些讯息呢？他不但是你的灵魂伴侣，他还是你的真爱哦。这一生呢，你唯一最爱的人。他应该是一个浅肤色，或者是头发颜色比较浅的人，也有可能他是有染发，他是看着很好看、很洋气、很会打扮的人哦。身上呢是有一些迷人的气质的。你们两个人之间有很多浪漫的约会，一起会给彼此一些惊喜啊，一些礼物啊，一些罗曼蒂克啊，也可能即使在家里面都会倒一杯小酒，大家一起看一部美好的电影，或者一起呢聊天说地，在一起之间的这种情感是有非常强的智慧上面的连接，身体上面的连接，以及感觉上面的连接的，是一种很纯真纯洁的爱情，无条件的接纳，无条件的奉献，无条件的祝福，只希望因为遇见自己，对方成为更加有成就、更加有美好的人，所以也会给对方很多的鼓励、很多的赞扬、很多的肯定。在这份情感里面呢，没有去看太多的未来，最主要的是享受当下，没有太多的一些计较，不会说谁付出的多了，谁付出的少了，也不会有太多要求回报这样的一个能量所在，不会担心自己付出之后，最后呢没有办法在一起，这些通通都不会想，没有太多的杂念，而就是一种很单纯、很简单的情爱模式。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我想要跟你在一起；因为我喜欢你，所以我想带给你快乐。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的美好。他很可能是一个年纪比较轻的人，或者是心态比较轻的人，有可能他是29岁以下，也有可能呢他的年纪比你小一些。他是一个很懂得时尚、很懂得穿着打扮的人，他也知道自己有如何去凸显自己的性感、自己的魅力，很注重自己的发型啦，很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啦，也很注重自己的站姿、自己的坐姿，也很注重自己在别人眼中的样子，以及自己是否有好的一个名声。他可能对待情感是属于一种刺猬般的温暖保护的，也许他对于外人他可能是比较冷漠的，或者是有一些无情的，或者看着他是一个很勇敢坚定的人哦，身上呢是有很多的刺的，不是非常的温柔，但是他对自己的爱人却是非常的温柔体贴。也许他有自己很高傲的一部分，但是面对自己的爱人呢，就可以很谦虚、很低声下气，
愿意去有很多的改变。他会把自己最温柔、最美好的地方展现给你，但是对待所有的威胁者或者是其他的身边的人，他可能会有比较强的一些脾气，但是在你面前呢，他可能不敢说重话，不敢发脾气。你们之间也有蛮多能量上面的传递的。你知道吗？每个人跟自己亲密的人、朋友之间或者是恋人之间，都是有一条看不见的能量光束的。万事万物呢，都是有能量，包含人类在内的这种透过能量束去做相互的连接。生活之中不停的，我们会和很多的人事物互动，会在不知不觉去接受到别人的一些情绪啊、想法啊跟痛苦。那么你们两个人之间呢，是有很强并且很独特的能量束的。即使对方一言不发，你都可以感受到他的心情是美丽的还是沉闷的。你可以很强的去感同身受，他也很容易懂你。两个人之间是有比较强的这种能量流动。当他想你的时候，你也会想他。你们两个人有时候呢，会同时的给彼此打电话，你们有时候呢，可能会同时的说一句话。你们之间的这种默契是天生带来的，这就是注定好比较强的缘分，而且很容易去理解对方，很容易去读懂对方。两个人之间的误会啊，或者是心结是比较少的。对方开心的时候，你也会非常的开心；对方痛苦的时候，你可能也会非常的痛苦。所以在这份情感里面呢，多一些阳光积极，就会给这份爱情带来更多的阳光跟乐观。彼此呢，也会给予大家更多的一些疗愈，更多的一些治愈，是可以带来好的运势，是可以带来幸运能量的。在语言上面，在行动上面，都可以让对方达到更多身心灵上面的健康，会从更美好的一个观点去给予大家激励。也许你们之间有一个人在情感里面是受到过创伤的，或者是有一些负面的记忆所在的，但是因为另外一个人的出现，让自己开始又真正的正面的对待情感，去消除自己的这种创伤，去消除自己悲观焦虑的记忆，是会给彼此带来更多愈合伤口的能量的。而且除了心灵上面有更多的照顾之外，在身体上面也会对对方嘘寒问暖，给予更多养生，给予更多的保护。这是一份非常真的情感。而对方呢，他的星座还有可能是天蝎座、水瓶座、射手座、金牛座，或者是他的太阳、月亮、上升星座是在金牛座、射手座、水瓶座、天蝎座。他有天蝎座的长情，他有天蝎座刚开始不信任，刚开始纠结，刚开始谨慎这样的一个特质。慢慢的，一旦建立真诚之后，他会完全的把自己袒露在你的面前，两个人也是会充满信心，非常坚持、稳定、持久的去建立这份情感的。而且呢，他也有水瓶座合作的精神，会懂得共同的努力，会懂得通过分享自己的想法，通过一起去合作妥协，来让你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的完整，更加的完美。他也有射手座的冒险特质，愿意跟你一起去完成很多的挑战，一起去经历很多新的事情，也愿意在你面前充满着活力，跟你一起走出舒适圈，跟你一起去到一些未知的领域里面。他也是有金牛座的舒适精神的，懂得退后一步，懂得专一，
那懂得休息，懂得要去做反省，要去做调节，不想在情感里面呢给你任何的压力。他会接收你所有的想法，你所有的需求，你所有的希望，他会尽可能脚踏实地的去帮助你完成梦想，给予你足够的支持。他也会呢讲很多的甜言蜜语，他也会呢承载着你的期待，会听你的话向前行，也会尊重你的一些不同性。总之呢，他希望这份情感就像躺在草坪看着蓝天白云一样的舒服自在，愿意配合你的一举一动。他的长相呢，很可能是像狗狗一样的可爱，他的性格呢，很可能就像狗狗一样的没有太多的一些跟你对着干啊、对立啊这种冲突，他很可能是非常温顺，愿意让你站在主导的位置上面，做你忠诚的小伙伴，是可以成为你的情人，也可以成为你的知己，也可能呢，你们未来一起会去养小动物，想一起去养狗狗啊，或者是领养动物啊，两个人呢会去做一些善良可爱的事情，也有可能你们会共建共同的一些信仰。你的命定之人他非常的善良，他也对你言听计从，你们两个人可能也是有共同的桥梁在中间的，会一直保持连接。比如说可能有共同熟悉的第三方给予你们帮助搭建，也许是朋友啦，也许是事业啦，也许是网络啦，也许是兴趣爱好，很可能你们有共同的一个事情，让你们建立了友谊，互相认识，然后进入到爱情之中。有可能有的朋友是别人介绍你们认识的，或者是你们是通过媒介，比如说网络社交媒体去认识到的，也有可能你们有相同的一些兴趣爱好，也许你们都喜欢健身，也许你们喜欢看足球比赛，或者是看 F1 赛车比赛，或者两个人呢都会一起去学画画之类的。总之呢，是有相同的事情在你们之间，让两个人的情感呢更多的紧密，让两个人有更多的共同话题，有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爱好。这边呢还出现了鲜花这张牌卡，鲜花的味道肯定是很好的，所以你们会因为彼此的体香、身上的味道而建立了更多的亲密。也很可能呢，你的伴侣他觉得你像鲜花一样的美丽，吸引着他，你也可能觉得他是非常帅气或者是漂亮的。在这份情感里面呢，也有很多的浪漫、互赠玫瑰啦，或者是在语言上面给予彼此更多的一些欣赏啦。总之两个人呢都会很好的去滋养这份情感。很可能你的命定之人在2年之内就会出现，也有可能有的人当下已经认识到了对方，只不过还在被现实所困中，可能两个人在思想上面还有一些局限，还有一些纠结，还没有真实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也许是刚认识，大家现在还是朋友，还在做一些试探，没有达到大胆的去追求，大胆的去表白之中，还没有深层次的去做交谈，还只是很肤浅的在做联系哦。你的命定之人呢，他对你是非常非常深爱的，他的眼中只有你，他只想要跟你在一起，而且他跟你的感觉就是一种很熟悉、安心的感觉，跟你在一起非常的踏实，很像在自己的家里面，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很自在跟自由。以前他对于爱情的理解可能是那种激情澎湃的，可能要有很多浪漫刺激，但是跟你在一起后呢，是一种很
顺其自然、很舒服的爱的感觉，所以他才会真正的体验什么是爱。而每当他看到鲜花的时候呢，他都会想起你。每当他看见美好的事情的时候，他都会想起你。他会把你当鲜花一样的呵护跟照顾，你在他眼中是非常迷人、非常有魅力的，而且也是非常浪漫的。你激起了他对于爱情所有浪漫的想象，在他的心里面呢，他只认可你，他只想要跟你在一起建立家庭，也就代表着他对你非常的专注，而且很专一，真的是一个忠诚的小狗狗，想要尊重你所有的期待，帮助你去实现爱情的目标，共同的陪伴，一直到人生的尽头。它是有非常强的忠实念头的。所以亲爱的，月老为你签订了很棒的红丝，给予你了可以自由自在主导一切的恋人跟恋情。如果你喜欢这个命定之人特质的话呢，记得给这个视频点赞，表达你对月老的感激之情哦。那我们今天的占卜就到这里，未来可期，我们下一期再见喽，拜拜。